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land的频道。今天我们着重来讲 Codex 的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 Claude。这两款目前都出了桌面端，包括 Mac、Windows， 这是它俩的一个主战场。Linux 更倾向于 CLI， 就是那种命令行式的交互，所以不在我们今天来聊的范围内。今天主要来讲 Claude 桌面端该如何去使用，以及跟 Codex 谁强谁弱，在实际的使用上会是怎样的。这个客户端如何去下载呢？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大家。它这边呢就会有一个桌面端，因为它中文几乎是不怎么支持，可能根据你当前的一个网络来定义。这边你就可以直接去点击。如果你是 Windows， 它这边是优先显示 Windows。如果你是 Mac， 它可能就你可以下载 Mac 版的。然后它这个呢，就跟我们的 Codex 在国内用的比较多，可能还是 Codex 普及率会比较高，因为它的界面友好度要比 Claude 要更加友好。也同样是一个安装包，你可以直接双击这个安装包进行一个安装。它的安装界面大概是这样的，你更新安装都可以用这个安装包来实现，它依然是默认装在你的系统盘。我个人感觉 Claude 要比 Codex 装的要慢一点。好，安装好以后它就直接弹进来了。它这边有这个聊天模式，还有专门处理代码的模式，这个是一个团队协作模式。那我们常用的就是 Claude， 你就选择到这边来，在这边创建新的。它这边是可以选择目录的，你可以去打开你现有的一个目录，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工作区就很像了， Codex 的工作区很像了，但是它没有 Codex 做的这么系统化。所谓的系统化，它会以这种类型把你的整个项目的绘画分门别类， Claude 它全部混在一起了，这也是我目前看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个状态。你只能通过对话的这个名称上面所属的这个工作区在哪里来决定这个绘画之前是在哪里的，这个是交互层面上的一些差异。它大部分的思考模式都是英文的，思考完以后会结果给你吐中文。我们这边是直接登录到了一个账号，这个是群里的小伙伴给我提供的这个账号，我也是做了一下 Claude 的一个测试对比跟 Codex。 我们这边可以去在它这边去看你的订阅，可以看到你当前用的是 Pro 的订阅，是$20一个月的。也有小伙伴说你日常使用够不够，它这边呢是可以看到的。他们这边好像隔三差五官网都会重置，昨天才重置的，然后它今天又给我重置了。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你的5小时内的一个使用量。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你单线程的一个任务1个小时左右消耗的 token 量差不多是在这个一半的左右。其实就是说你5小时基本上单线程你能跑2个小时的任务，那即使你这2个小时可能有多个 N 个任务，它其实也会这么样的一个消耗。这边的消耗呢大概在这儿，你5个小时大概是消耗 20% 左右吧，多用5次5个小时。然后 Codex 这边呢，其实它俩我感觉真的差不了太多，额度在这边去显示。然后它有的时候也会全服所有用户重置，这边可以邀请好友，然后它这边可以给你送这个次数。 Codex 这边它成功邀请你就可以获得1次免费的这个重置机会。目前 Claude 这边没有，像$20这一档的这2家都差不多，都还能满足你日常的大概有个8次到10次的这种有任务的这种对话，都是完成的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这块如果你走他们本身的账户，他们是会命中缓存的，所以他命中缓存的这个概率要比你从中转站过来的那个命中要高一点，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为什么有这种错觉，是我同样是把我的 Codex 反带到我们的中转站上，纯用中转站去使用，它可能用个5、6次。简而言之，就是它没有你直接用账号那么省。说如果大家只有1个账号，那你就保持登录状态，用它原生的这种控制电脑的插件的这种完整度也都是有的。
它做了2次视频的一个消耗 token 的一个情况。当然我这个已经有工作流了，所以它应该也会稍微省一点，这是我们大概看到的一个强度在使用的一个情况。它还有3个多小时的重置时间，它好像是5小时10%几，应该是这样的。理论上它有10次的5小时的刷新时间的机会，1个星期。那我用的 Codex 在日常使用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遇到一些复杂一些的问题，你可能要装一些环境，装一些依赖，这种情况就是让它全链路完全自主的这种，它可能要比 Cloudco 要略差。因为我之前用它克隆我的声音，找一些第三方开源的这种 TTS 克隆声音，就感觉它的这个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但是 Cloudco 你用起来，虽然它整个是英文页面，各种不友好，但是你可能说一句话，它简单的它就能帮你完完全全从头到尾花个40-50分钟稳的那种感觉。当然它也会出一些问题，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刚才让他给我做的 GLM 5.2 的那个视频，还带很多这种截图展示动态的这种 TTS 英文以及断句，这2方面还都不够优雅，因为它找的是 F5 的 TTS。 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测试，以后有一些新闻层面上的东西，我可能就会用这种方式去让它去制作去展示。但是它这种滚动放大缩小这种，我感觉还是非常酷的。你看到了吗？它状态，这个是我们之前生成的这个视频，怎么说能达到60-70%的完成度吧，就是说如果要求不高，能及格，能直接往外发的。他做这一个视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概需要20分钟，如果快20分钟半个小时能给你搞出来。那有一些次要的又希望展示视频展示效果的，那我就可以这样的去做。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对中文的支持还不够，那可能他在某些方面故意为之了。因为中国的 AI 市场是非常庞大的，纬度放高一点，格局放大一点。如果你不知道它每一个的具体的什么含义，你可以用有道词典，像这样的就可以直接去翻译，这个也不影响我们英文不好的小伙伴去使用。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Cloudco 它对自我沉淀或者说自我反复工作流这一块的理解，个人感觉会比 Codex 要完善。它越来越用，可能越会懂你，会有一个这样的错觉，就是不一定是哈密斯优秀天生的，而是可能站在这个 Cloudco 的基础上去实现的。对了，后头漏了一个关于网络层面上来讲的，就是说你会觉得 Cloudco 它会不会容易封号，会不会比那个 Codex 更容易封号？这么长时间使用下来，网络甚至不是全局网络的情况下， Cloudco 和 Codex 差别不是特别大，还是取决于你那个号本身的那个问题，是不是新号老号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种风控。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Windows 桌面端，至少 Windows 桌面端对 Linux 仓库项目的运行以及环境的适配都不是特别好，都会遇到环境差异的问题。处理跟 Linux 相关的项目或者业务的话部署在 Linux 上让它原生环境去运行。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主要分享的 Cloudco 的桌面端和 Codex 对比的一个情况。我这边2个都在用，未来更深入去使用完以后，再给大家一个主观加客观的一个评判。欢迎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